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現在我們這個課程呢是系列課程，課時比較多，可以全面的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那我們根據這個聽力、閱讀和書寫這3個部分進行講解。那現在進行的是聽力的第2部分。我們前邊已經介紹了，在聽力第2部分，我們會聽到採訪，然後每段採訪的後邊呢會有5個問題。在前邊我們已經介紹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和方法，而且我们也進行了一部分的練習。那現在呢，我們要繼續進行練習。那今天我們在這些不同的被採訪者裡邊選擇了2種人物。那我們一起來看一看，採訪這樣的人物的時候，我們一般來說會聽到什麼樣的問題。好，首先我們看這裡看到了運動員。我們說呢，運動員在採訪題裡邊是一個比較常見的這樣的一個採訪對象那因為在中國的話呢我們國家來支持來幫助運動員來去參加比賽，所以呢在中國成功的運動員也是比較多的所以比如說像乒乓球包括現在的游泳網球等等各個這個運動的領域都會有一些比較成功的運動員。那麼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個記者，你如果要去採訪一個運動員，你會問他什麼樣的問題呢？你可以想一想。那我們在以前的 HSK 6級考試裡邊呢，已經遇到過了很多次採訪運動員的這樣的題目，所以呢，我們從這些題目當中總結出來，如果要去採訪一個運動員，我們通常會問他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或者說什麼契機開始的就是你作為一個運動員，你什麼時候開始從事這項運動？你什麼時候就開始練習這項運動？為什麼就開始了呢？因為一般的人可能就是運動作為一種愛好，那運動員是把運動作為一種職業，這個還是有點特別的。所以他怎麼就想到了要去從事這項運動，並且把這項運動作為一種職業來進行呢？那他一定是有什麼原因，或者是說他小的時候一定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那一般來說，記者都會問一個運動員這樣的問題，所以運動員會從這個方面去說我小的時候怎麼樣，那然後我就成為了專業運動員他一定會去介紹一下。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那另外就是運動員也會被問到，比如說如何成功在你比賽的過程當中，你覺得什麼是最重要的你是怎麼成功的，或者是說你成功的有哪些經歷比如說你在奧林匹克運動會、奧運會上，或者是亞運會上，或者是世錦賽上，那這樣的比賽的名字，同學們一定要記清楚一定要明白。那在這樣的比賽上，你獲得了第幾名等等這樣的一些獲獎的經歷等等。那成功是一個方面，但是也會有可能會出現失敗的情況。那可能會介紹一下失敗的經歷，而且是要去如何面對這個失敗，或者是說運動員呢都想拿到金牌，那你怎麼去面對這個壓力？或者是說你在得到金牌之後，那你第1次得到金牌了，那人們會希望你第2次、第3次也得到金牌，那你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壓力等等？那這個也是經常被採訪的一個問題。那另外就是運動與生活，比如說在你的生活當中，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的業餘愛好是什麼？你不訓練的時候做什麼？那另外就是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對你的影響等等。那或者是說有很多運動呢都是一个年輕的運動，比如說在比較年輕的時候你還可以去從事這項運動，那年齡比較大以後呢，你可能就很難去參加比賽，那就要考慮到一個退役的問題比如說如果你不從事這項運動了，你打算去做什麼
你是要去做教練呢，還是要去大學裡邊學習什麼專業呢？還是說你打算換一個工作呢？等等，他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就是退役後的打算。那如果這個運動員已經結婚有孩子了，他可能會問一下如果你有一個孩子，或者你已經有一個孩子了，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去跟你從事一樣的運動呢？也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這就是跟生活有關的問題。那一般來說，記者去問運動員都會問到這樣的一些問題。還有一種問題，比如說誰對你的幫助比較大是你的教練，還是你的父母，還是說你的朋友等等对你的幫助比较大，在你壓力大的時候怎麼幫助你面對失敗或者是壓力這樣的一些問題都是比較常見的。所以如果同学们了解到了，如果同学们能夠看到這樣的一些選項的話呢，一般來說你是可以猜出來你會聽到的內容。那這樣的話呢，你心裡有所準備，一定會更容易去聽懂，也更容易去記住這些重要的信息。好，這是我們的一個簡單介紹。那現在老師帶着大家一起來讀一下 ABCD，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答案。首先我們看第16個 A 視力好， B 反應快， C 穩定性好， D 有射擊基礎。那我們看到 ABCD 的時候呢，我們大概可以猜出來這個題目問的是它的優點，或者是它成功的原因是什麼。那 D 是有射擊基礎，那我覺得這個運動員很有可能是一個射擊運動員，就是開槍可以開槍然後射擊的運動員，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那麼第17個 A 很害怕， B 受到嘲笑， C 弄傷了手， D 成績不理想。那麼這裡邊呢有一些都是問題，所以呢很有可能是關於他經歷過的不太好的不太成功的一個經歷那這個我們要聽一下他遇到的問題是什麼。然後第18個 A 發揮失常， B 獲得亞軍， C 輸給了隊友， D 打出了最好水平。這個是成功的經歷，那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聽，在哪一次比賽上這個人做得怎麼樣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可能你會聽到幾次比賽，每一次比賽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你一定要去記清楚是哪一次比賽怎麼樣，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後第19個 A 很開朗， B 打算退役， C 射擊道路曲折， D 沒有射擊天賦。那我們看到 C 和 D 都是關於射擊的，所以我們更能夠確定這個運動員就是射擊運動員。那 ABCD 的話呢，我們看這個題目，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這個問的應該是關於這個運動員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或者說關於運動員哪一項正確。那所以在聽的過程當中，你要提前去注意這個題目，然後在聽的過程當中，你一條一條的去判斷到底哪一個是不對的，或者是到底哪一個是對的。然後20 A 教練， B 母親， C 對手， D 丈夫。那這裡提到了4個人，所以一定是問的問題是哪一個人对他幫助比較大，或者哪一個人是他最感謝的人等等，或者是誰把他帶上了射擊這條道路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注意你在這個採訪當中聽到的人是誰，而且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對這個人有什麼樣的影響。所以我們要注意，特別要小心，如果是有2個人，你聽到了2個人的話，你就要小心一點，哪一個人是他會問的那個人。所以你要記清楚比如說這個人他的特點、他的關係、他的情況，那個人他的關係、特點、情況等等，所以一定要記清楚。那我們看完了這個
16到20以後呢，我們已經在心裡邊對這個採訪有一定的了解了。那现在我們一起來聽，然後大家請馬上做出判斷。當然了，你還要去注意一下他會問的問題，所以有一些題目你可以直接選擇，但是也有一些題目你需要聽了問題以後才能選出來，所以你要注意去記住跟這些題目有關係的信息。好，現在一起來聽。現在開始第16到20題。第16到2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你是如何走上射擊這條路的？其實是個意外，正好有教練來挑隊員，因為我穩定性好，就被挑進隊了。而且爸爸特別喜歡體育，他一直都是我堅強的後盾。第一次打槍什麼感覺？當時我14歲，打槍很響，所以很害怕。可我第一次打槍就打出了一個10.9環，所有人都說我很強。一開始練就打得特別好，正是那發子彈給了我自信，讓我愛上了射擊。你覺得射擊對你性格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沒有什麼改變，我本來就活潑開朗，但我能收得住。平時嘻嘻哈哈的，訓練的時候變臉特別快，前一秒還在笑，第二秒就是比賽的狀態了。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射擊的天才嗎？會。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種天賦，也都是天才，但也要後天的努力。射擊這條路走得順利嗎？比較順利，可能是因為我碰到了一個好教練。有沒有比較大的挫折或比較低迷的時候？亞運會結束後，2009年到國家隊後，我的成績一直飆升，世界杯拿冠軍，世錦賽拿冠軍，破紀錄。亞運會在自己是東道主的情況下，拿出了最好的水平，決賽105.9環，這是在決賽場上打過的最高水平。打完亞運會之後，心裡有點飄，不像以前那麼實在。教練發現了這個問題，一點一點地把我糾正過來。在你成長的歷程中，誰給予你的幫助最大？教練和父親。父親在我最困難的時候起到了減壓劑的作用。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我會給父親打電話訴說。爸爸會說，沒有關係，你能一路走到現在已經很棒了，家裡人都挺你。他就一直鼓勵着我。而教練在訓練和做人上都給了我很多指導，他是我最好的教練，最感激的人。16，女的為什麼能進入射擊隊？17，女的第一次射擊情況怎麼樣？18，女的在亞運會上表現怎麼樣？19，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20，女的最感激的人是誰？好，那麼聽完了問題之後，我相信大家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給出正確的答案，因為我們在前邊進行的預測都是完全準確的，而且這個題目對我們來說也並不是非常難，基本上答案都是比較直接的。那我相信同學們是可以做對的。现在呢，一起來看一下答案。好，第16題，女的為什麼能進射擊隊？那我們聽到的是，正好有教練來挑隊員，因為我穩定性好，就被挑進隊了。穩定性好，我們完全可以聽到一樣的詞彙。
那你可以直接去選擇，因為我們說過，一般來說第一題的答案就在第一段，所以你在第一段裡邊聽到了穩定性好，馬上就可以選擇它。那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問題，女的第一次射擊情況怎麼樣？那我們也聽到了，他說第一次打槍是什麼感覺？當時我14歲，打槍很響，所以很害怕。那這個就是選擇 A。而且同學們要注意，他說我第一次打槍打出了一個10.9環所有人都說我很強，一開始就打得特別好。所以這句話也可以告訴我們，這個女的從一開始就很順利，對不对？然後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後面還有一段話，它裡邊說，你覺得射擊對你性格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沒有什麼改變，我本來就活潑開朗。那這句話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在第4個題的時候，就是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裡邊，其實有問到性格怎麼樣，所以本來就活潑開朗，那個題目就是很容易做出來的，所以在這裡已經找到答案了。那這就說明，如果你能夠提前去看一下第4個問題或者第5個問題，因為這個題有的時候是第4個，有的時候是第5個，所以呢，你要提前去看一看這個題目會不會是關於誰誰誰下列哪項正確這類的題目。如果是，先看一下 ABCD， 那你在聽的過程當中就會非常容易判斷出答案來。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第18題，女的在亞運會上表現怎麼樣？那我們在聽的過程當中聽到了很多個比賽，對不對？是3個比賽。那這3個比賽每一次比賽說的可能都不是特別一樣，所以我們一定要記清楚哪一次比賽怎麼樣，哪一次比賽怎麼樣。但是幸運的是呢，你看 A、B、C，A 呢是發揮失常， C 是輸給了隊友，都是輸的，是不好的。所以呢，那這個裡邊都沒有就是不好的成績，所以 A 和 C 首先就可以排除了。而且我們聽到的是這個人一直都是冠軍，沒有提到亞軍，所以 B 也是不對的，那自然就選 D 了。那我們再來具體看一下，他說呢，世界杯拿冠軍，世錦賽拿冠軍，刷破紀錄，亞運會上拿出了最好的水平也是破了紀錄就是這是在決賽場上打過的最高水平。所以呢，這個我們就記的時候比較容易去記住，世界杯冠軍、世錦賽冠軍、亞運會最好水平，你只要去記這些最關鍵的詞彙，這個題目一定是可以做出來的。雖然它也是比較長但是實際上也是比較容易的。好，然後我們來看第19個，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那我們剛才其實已經提過了，在記者問的第3個問題裡面，對性格有什麼變化的，有什麼影響嗎？他說沒什麼影響，我本來就活潑開朗。那你只要記住這個女的很活潑開朗，性格沒有什麼變化就可以了。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那我們沒有聽到關於退役的事情，我們也發現這個女的一直都很順利，而且她自己說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射擊天才嗎？她說會，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種天賦，也都是天才什么什么。所以通過你对這個採訪的你聽的這個採訪，那你可以很容易就判斷出來答案應該要選擇 A。當然如果你能夠提前看一下 ABCD， 我覺得在聽到第3個問題的時候，你會馬上就能把 A 選擇出來，這是非常容易的一個題目。所以在這裡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點點時間你能夠早一點做完上一個題目，你下一個題目就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去看 ABCD。那看的時候，第4個和第5個是非常重要的。你先去看這個，看看是不是跟這個會是這樣的問題。那如果是這樣的問題，你看一下，在聽的過程當中就更容易判斷出來了。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最後一個題目。他說，女的最感激的人是誰？
啊，这個是寫錯了啊，最感激的人是誰？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呢，在這個採訪當中，我們聽到了2個人，一個是教練，一個是父親。那首先簡單一點，A、B、C、D 裡邊只有教練沒有父親，那你只能選教練，不能選父親，對不對？因為沒有父親。那如果假設 A、B、C、D 裡面有父親的話，他說呢，誰給予你的幫助最大？那是教練和父親。父親是減壓劑，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我就給父親打電話。那教練呢，在訓練和做人上都給了我很多指導，他是我最好的教練，最感激的人。那在這裡其實是有直接答案的，所以你要記清楚，父親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教練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那分別記清楚以後，即使 A、B、C、D 裡面有父親，你應該也是可以做對的。所以我們同學們在做這個採訪題的時候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你其實非常容易能夠知道你應該去記什麼。所以就是說，我們知道這個採訪的順序跟我們做題的順序差不多。那這個時候呢，你如果聽完了上邊一段話，做完了上邊一個題，在聽下邊一段話的時候，你就一定要去一邊聽一邊看 A、B、C、D， 那你一定能夠記住真正的這個重要的信息，然後在聽到問題的時候，馬上就可以選擇出來。甚至有的時候沒有聽到問題，就可以把答案選出來了，這樣會節省你的時間。好，這是我們的運動員。那我們既然說了運動員會問到這樣的問題，那下邊呢，我們就做一個關於運動員的練習。那通過這個練習呢，希望你能夠有一個更好的體會。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下一個題目，也是運動員。那我們現在呢，還是一起來看一下 A、B、C、D。首先，第16個 A 很難過 ，B 非常自豪 ，C 有些尷尬。D 難以置信，這個就有點難猜到底是什麼，可能是關於遇到這件事情之後他的感覺是怎麼樣的。那17 A 可以速成 ，B 必須用心投入 ，C 不屬於競技運動 ，D 適合性格活潑的人。那這個就是我們雖然看到了這裡看到了運動，對不對？所以他應該問的是這項運動適合什麼樣的人，那你就要注意去聽了。18 A 缺少專業教練 ，B 經營狀況不好 ，C 現有3-4千名會員 ，D 培養了許多優秀運動員。那看到第18個，我們就知道這個問的既然有會員什麼經營狀況專業教練呢，應該指的是一個運動員的俱樂部一個運動的俱樂部。那這個運動的俱樂部到底怎麼樣呢？是有很多問題呢，還是已經有很多的成果了呢？我們到時候要聽一下就會知道了。19 A 很崇拜父親 ，B 準備明年退役 ，C 和父母住在一起 ，D 被稱為冰上蝴蝶。那我們看到這兒的時候，我們也能夠猜出來，這個問題是關於被採訪的人，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或者關於被採訪的人，下列哪項正確？那如果你能夠提前看一下的話，在聽的時候，你會很快就能判斷出答案來。20 A 送他出國留學 ，B 鼓勵他去經商 ，C 讓他學習滑冰。D 尊重他的興趣。那這裡邊出現了一個他，所以有可能是父母是怎麼對他的，或者是他要怎麼對自己的孩子。那這個一定是在最後一部分了。那我們到時候認真去聽，然後就可以選擇出答案來了。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運動員的題目，我們可以判斷出來，這個應該是一項運動了。那具體的什麼運動還不太清楚但是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運動，可以看到滑冰，可以看到冰上蝴蝶，那應該是一項是滑冰的運動。那這個運動員應該會很成功，然後呢，他應該是在一個俱樂部裡邊，或者是有一個俱樂部，然後呢他
他可能就是父母对他有一个什麼幫助，或者是他對孩子有一個什麼樣的態度。那我們現在呢，要一起來聽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跟我們猜的是一樣的。好，現在一起來聽，大家一邊聽一邊來選擇答案。現在開始第16到20題。第16到2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有冰上蝴蝶之稱的花樣滑冰女子單人滑運動員陳露來接受專訪。陳露你好。大家好。你在1994年冬季奧運會上獲得了中國第1枚花樣滑冰冬奧會獎牌，後來1995年在世界花樣滑冰錦標賽中成為中國第1位花樣滑冰世界冠軍。1998年又在長野冬奧會中獲得了中國第2枚花樣滑冰冬奧會獎牌，成為了亞洲第1位連續2屆冬奧會都獲得獎牌的花樣滑冰運動員。我想問的是，你之前有過當冰童的經歷嗎？有，應該是在1985年，我9歲，那時正值世界明星巡迴表演，有一站在中國。我從地方隊來北京看表演，當時就被選為冰童，我特別驕傲。那你從小就有向花樣滑冰職業運動員努力的目標了，是嗎？其實剛開始並沒有很多想法，只是出於喜歡。由於我的父母都是體育工作者，父親是冰球教練，所以我很小就開始學習滑冰。後來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個專輯，講的是一個著名的滑冰運動員，我非常喜歡，覺得他滑得太美了，從此就把他作為偶像，一直努力着。對於學習花樣滑冰，你有什麼樣的看法？花樣滑冰是一項競技體育，需要技術和藝術的完美結合，所以需要刻苦的訓練，不斷提高對藝術的領悟，用心投入是最重要的。05年，你在深圳開了一家滑冰場。那你有沒有願望在冰場中能走出一些優秀的運動員呢？我們俱樂部裡活躍的會員非常多，目前有3-4千人。像你說的，有願望將來成為專業運動員的小朋友也很多。當然，最後能不能成為頂級的選手，這個是需要時間的，因為一個花樣滑冰隊員的成型大概需要10年的時間，最後才能達到一個高度。此外，家長有沒有願望在這方面來培養孩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花樣滑冰是一個比較昂貴的運動，水平越高，費用也隨之增長。不過，在商業冰場中成長起來的運動員，一定是本人非常熱愛這項運動的，所以主動學習的願望很強。那你有沒有考慮讓孩子接自己的班？我兒子現在雖然5歲，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們還是要尊重他的喜好去培養，像他現在非常喜歡打網球，我們就鼓勵他打網球。16，女的被選為冰童時感覺怎麼樣？17，女的對學習花樣滑冰有什麼看法？18，關於俱樂部可以知道什麼？19，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20，女的打算怎樣培養兒子？好，那都聽完了，相信同學們現在應該是有答案了，對不對？而且我相信大部分同學的答案都應該是正確的，因為這個題目也不難，我們提前看了
這個 A、B、C、D 之後，我們猜的大部分都是对的，而且很直接的都可以听到答案。所以呢，这個題目還是比較簡單的就是可能最開始同學們第一次接觸這種題目的時候呢，會覺得採訪題非常難，但是一旦你開始練習了，你就會發現好像也沒有那麼難。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答案。首先，女的被選為兵童時感覺怎麼樣？那我們聽到了就是他前邊呢，男的一直在說這個女的非常成功呀，這個獎牌那個獎牌，這個獎牌那個獎牌。那因為我們的 A、B、C、D 裡邊都沒有聽到關於獎牌的這個事情，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你是不需要去記的。那然後呢，他提到了就是你之前有過當兵童的經歷嗎？他說有。然後呢，我從地方隊到這個北京看表演，當時就被選為兵童，我特別驕傲。那特別驕傲也就是非常自豪，這兩個詞的意思是完全一樣的。好，那我們在第一個句子裡邊，他說的是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了有冰上蝴蝶之稱的花樣滑冰女子單人滑運動員陳露。那這個人有冰上蝴蝶之稱，這個我們的有一個題目的答案就已經出來了，第19題答案已經有了，對不對？那一般來說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我們的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會有一些什麼什麼之稱就是他有一些外號，或者是說有一些稱呼給他。特別成功的人都是這樣的比如說舉個例子的話，比如說姚明，他被稱為巨人，就是很大的人就是這樣的稱呼包括我們在前邊做藝術家的時候吳冠中先生是畫壇泰斗所以像這樣的稱呼，同學們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別是如果你在 A、B、C、D 裡邊看到了這樣的稱呼的話，你一定要注意去聽，它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稱呼。那如果有的話，答案一定要選擇它。所以這個題目其實相對而言還是比較簡單的，因為它會直接告訴你它有什麼什麼支撐，那你只要在 A、B、C、D 裡邊看到了這個，選擇就可以了。好，那所以這兩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兩個問題，一個是第16題，還有一個是第19題。我們一會兒去看19題。現在呢，我們來看第17題。他說呢，女的對學習花樣滑冰有什麼看法？那他說呢，花樣滑冰是競技運動這個 C 就不對了，它是競技運動，它是運動和藝術的完美結合，所以需要你刻苦的訓練，不斷提高對藝術的這個領悟，然後用心投入是最重要的。所以呢 B 必須用心投入，這個就是答案了這個也是很直接的答案。所以我們在聽這個問題的時候，然後再聽答案，答案就會很容易就選擇出來。而且這個時候呢，其實你如果沒有聽到問題也是沒關係的，一樣可以把 B 選擇出來。然後我們來看第18題，關於俱樂部可以知道什麼我們猜的是对的關於俱樂部可以知道什麼呢？他在深圳開了一家滑冰場，然後呢目前有3-4千人，所以要選擇 C 他沒有說他的滑冰場到底經營的好不好，是不是有專業教練都沒有說。那關於培養了許多優秀運動員呢，這個是不對的，因為他後面提到了，他說呢有很多人小姑娘很多這個小的孩子，他們想成為運動員，但是呢這個需要10年的時間，還需要投入很多錢，所以現在是不知道的現在還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成為，所以是不能選擇 D。 好，那我们看一下19題有冰上蝴蝶之稱，當然就選擇 D 就可以了。然後看20女的打算怎麼培養兒子？所以我們看到了這裡有一個他，要麼這個他就是這個被採訪的人，但是被採訪的人是女的，所以一定會提到另外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兒子。所以在這裡面我們聽到了
尊重他的喜好去培養。如果这句話你没有听清楚，后面他说像他现在喜歡網球，我們就鼓勵他去打網球，所以也是尊重他的興趣的意思啊。所以呢，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D。我相信你應該也是做對了，因為這個題目也是現在來看的話，其實沒有那麼難。好，那這是我們的運動員，所以相信現在呢，同學們對採訪運動員應該有一些了解了。那做題呢，大家也覺得好像是沒有那麼難了啊。那一定要注意，抓緊時間看 A、B、C、D 啊，可以先看第4個或者第5個題，看一看是不是關於它下列哪個正確這樣的題目。有數字的要小心一點。那另外呢，就是你一邊聽一邊看它是按照順序出題的，所以一邊聽一邊看，大部分的情況下你可以選擇出答案來。那另外就是如果選不出來答案，你也可以知道你應該記住什麼樣的信息，因為它的信息特別多，但是只有一部分是重要的所以你要根據 A、B、C、D 來選擇你應該記住什麼樣的信息。好，那現在呢，我們要來看一下另外一種題目，就是公司。那一般來說呢，這個公司相關的這樣的採訪都是去採訪一個公司的創始人或者是一個公司的經理。那麼如果我要去採訪一個公司的老闆的話，創始人的話，比如說你是一個記者，你要問他什麼樣的問題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那當然了，我們也會通過一個例子來告訴大家一般來說會問什麼樣的問題。同學們呢，也可以在下課以後去做去我們的 cnhsk.org 去做一些模擬題，然後去看一看如果被採訪的人是一個這個公司的老闆，他都問了什麼樣的問題，你去熟悉一下。那如果你再一次遇到公司的問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快，而且一定會覺得這樣的題目不是特別難。那一般來說，如果採訪一個公司的老闆，首先有可能問的是創業經歷，就是你是怎麼去創造這家公司的，怎麼去創立的比如說一開始的時候誰和你一起呀，有什麼想法呀，怎麼就開始了呢？這個很重要。那另外呢，公司的特點，就是你這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那還有就是公司在創業過程當中遇到的困難是什麼，然後呢是怎麼發展的遇到困難的話你是怎麼面對的。那另外就是成功的經驗是什麼，你現在已經創立了一家公司，已經算是成功了，那你的經驗是什麼，你為什麼能成功呢？還有就是怎麼去管理一家公司，比如說你現在是一個經理或者是一個老闆，你怎麼能夠保證你的職員都非常努力的工作呢？一定是有一些管理的經驗在裡邊。所以記者去採訪老闆的時候呢，一般來說都會問到這樣的問題，所以你要心裡有所準備，然後一起來看，一起來聽。首先我們來看第26 A 堅韌， B 動手能力強， C 精力更充沛， D 處事更偏激。所以第26這個題目你在看到之後，你在聽的時候要注意聽第一段就是第1和第2個問題裡邊有沒有提到這個人的性格特點這是關於性格特點那第27 A 客戶群體小， B 運營模式固定， C 平台訪問量大， D 無辦公場地限制。那麼看到這個 A、B、C、D 以後，同學們就知道那這個公司的特點是什麼，這個公司有什麼樣的優勢我們在 A、B、C、D 裡邊要選出來。所以我們在聽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去听公司的特點是什麼。28 A 融資不暢， B 人才短缺， C 行業壟斷， D 缺少核心技術。那這是一個問題，對不對？所以這家公司在發展過程當中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呢？你要去認真聽一下。29 A 出售視頻版權， B 不依靠廣告收入，
C. 開設用戶收費服務 D. 以無線互聯網為主。那這個也是關於公司的營業的特點的。那這裡邊呢 A、B、C 都提到了錢，所以呢要注意跟錢有關係的這個討論。那第30個 A 留過學， B 喜歡網絡購物， C 熱衷投資， D 創立了一個視頻網站。所以這個題目是關於被採訪的人下列哪項正確，或者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所以你先看一看，然後在听的過程當中一邊聽一邊就可以把答案判斷出来了。所以我們不確定答案是在前邊還是在後邊，所以你一定要認真的去記啊，跟這個相關的信息，然後你就可以判斷出答案來。那了解了題目的以後呢，進行了猜測以後，我們来听一听啊，這位老板他的情況是怎麼樣的，一邊聽一邊選答案。第26到3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們請到的是56網創始人周娟，歡迎你。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作為中國互聯網領域為數不多的女性創始人，你認為男性創業者和女性創業者有本質區別嗎？還是會有一些的，因為本身男性和女性思考方式和處事方式不同，男性相對來說會在處理事情上比較激進一點，而女性思考問題可能會比較理性、比較細膩、更加堅韌一些。在互聯網領域創業和傳統企業創業，你感覺有什麼不一樣？我們遇到的競爭和挑戰是比傳統企業更大的，因為你這個平台服務的人群是和傳統企業不同的。互聯網企業裡面，每天可能會有幾千萬的用戶來訪問你的平台，如何服務好他們，對於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挑戰。你認為自己的性格裡有哪些特質在關鍵時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可能我的性格裡面有堅韌的因素，特別好強。在做56網的時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是我的這個性格會讓我繼續堅持下去，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這件事。剛才你講到創業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最難的情形是怎麼樣的？互聯網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遇到的比較大的障礙，可能是在資金方面。我們曾經在融資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當我必須要把發展非常快的業務做縮減的時候，是最痛苦的。那作為一個視頻網站，您的盈利模式是什麼？56網視頻盈利的模式有兩類，一類就是傳統的視頻廣告的模式，電視網絡轉向視頻網站也是非常多的，這是我們的商業機會。其次就是我們的用戶增值服務，因為56網從創辦開始，一直以來在用戶互動和用戶娛樂方面做的是非常深入的，我們的用戶更願意在56網做一些增值的互動。我們會產生一些用戶收費服務，對於未來可能會在無線互聯網方面發展，但抓住這個商業化機會應該還需要一些時間。26，女的認為女性創業者有什麼優勢？27，和傳統企業相比，互聯網領域有什麼特點？28，女的在創業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困難？29，關於56網的盈利模式，下列哪項正確？30，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好，猜到了吧？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
好，所以这个我們的問題已經聽完了，相信同學們已經都有答案了。那現在跟着老師一起來看答案。首先，我們來看第26個，女的認為女性創業者有什麼優勢？那在這裡呢，再一次提醒同學們，如果被採訪的人是一個女的，那很有可能記者會問她，作為一個女的，你覺得跟男的在做這樣的事情上有什麼區別啊？這個是可能很多記者都會問的一個問題啊，因為在中國的話，可能男的和女的這個不一樣。這個人們還是可能比較關注的，特別是像女的創業者呀，或者是女的這個運動員呀，或者是就是我們之前看過的女的拍賣師啊等等，它都是會有的啊。所以呢，如果被採訪的人是一個女性，你其實要注意的是，她認為女性在做這件事情上有什麼優勢，有什麼劣勢，這個一定要記清楚。所以，那女的創業者有什麼優勢呢？那就是堅韌。我們在這個對話裡面聽到了2次“堅韌”這個詞啊，所以答案還是比較容易聽到的，比較細膩，更加堅韌一些。那後邊呢，也是他提到了我比較堅韌，所以我能夠戰勝一些困難。那56網的創始人周娟，所以他是一個網站的創始人啊，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記清楚哈。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問題，和傳統企業相比，互聯網領域有什麼特點？那這個也是我們能夠猜測出來的一個問題。它的特點是什麼呢？我們聽到了有幾千萬的用戶平台服務的人群非常多，是幾千萬的用戶，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C。那這個題目呢，可能對於同學們來說稍微有那麼一點點難，因為它不是非常直接的答案。它告訴你幾千萬，你需要去能夠推斷出來，這個意思是平台的訪問量非常大當然了，其實傳統的行業和互聯網行業的這個區別不管是你有沒有聽到這個東西，你其實自己應該都是了解的我們根據我們的常識，其實也可以判斷出來，應該要選擇 C。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28，女的在創業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困難？那這個基本上跟這個記者的問題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也很容易找出答案來，因為就是資金方面的困難。那所以就是融資不暢，就是他想要更多的投資，但是錢沒有那麼多了，所以他必須要縮減自己的業務，那這個是最困難的這個也是一般的互聯網公司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遇到的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資金的問題所以這個也是很普遍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夠掌握一些這樣的常識，應該問題也是不大的。那現在我們繼續看關於56網的盈利模式，下列哪項正確？那記者也是問了你們的盈利模式是什麼？大家要注意有2個方面，一個是傳統的視頻廣告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用戶增值服務，產生一些用戶收費服務。所以這2個方面你看一看 A、B、C、D 裡邊哪一個有，那當然就是選擇 C， 開設用戶收費服務這個同學們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因為他提到2個，所以你要記住這2個，然後呢，在 A、B、C、D 裡面選到跟你記住的內容意思一樣的一項就可以了。好，那下邊呢，我們來看一下第30個題，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那這個題目跟我們猜的是一樣的，你一定要提前看一下 A、B、C、D， 然後一邊聽一邊來判斷。首先他是創始人，然後呢，我們知道在這裡他提到了視頻廣告呀，網絡視頻什麼什麼的，所以56網就是一個視頻網站，所以答案就是創立了一個視頻網站。這個答案也算是比較容易就能夠找出來的。當然了，你如果知道他是一個創始人，但是並不能確定他是一個視頻網站的創始人，你可以看一看 A、B、C 對嗎
A 留過學，沒說呀。B 喜歡網絡購物，沒有啊。C 熱衷投資，沒說呀，他自己錢都不夠啊。那答案當然要選擇 D。好，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部分的答案。所以同學們在這裡是不是對這個公司的被採訪對象如果是公司的領導的話，問什麼樣的問題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呢？那希望你如果以後再遇到類似的這樣的問題，也能夠像今天这樣很快的把它答出來。那同時呢，同學們也在下課之後應該多去做一些類似的練習我們的這個模擬考試還是很多的，大家要去聽，要去做題。那做完了題之後，一定要記得你需要去認真的想一想這個題目都問了，這個時候记者都問了什麼樣的問題呢？那都出了什麼樣的題目呢？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有一個了解，你心裡面有一個準備，做題的時候我相信一定会做得更快的。好，這是我們的公司。那到現在呢，我們今天已經練了3個練習。那通過3個練習，我們了解了2種不同的採訪對象，他們都會被問到什麼樣的問題我們也再一次練習了提前看 ABCD 要看哪一個 ABCD 這樣的一些重要的方法。那相信呢，這個課程對大家一定是有所幫助的。那我們現在呢，要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來做下一部分的練習。那在下一部分呢，我們還是会介紹更多的這個類似的課程類似的這個練習和被採訪對象，他們是跟前邊不同的所以我們一會兒呢一起來看一下，那如果是採訪那樣的人，會被問到什麼樣的問題呢？我們到時候一起來熟悉他們。好，那現在呢，我們要休息一下，一會兒見吧。